罗马帝国从共和到凯撒用了80年，魏晋从氏族政治到门阀腐化也不过100年，而美国呢，只用了川普2个任期。政府的权力骨架活得好好的，但它比无政府更可怕。无政府是没人管，而美国是有人管，但故意不去管你。无政府是混乱的悲剧，而美国是有序的掠夺。兄弟们，你们敢信吗？美国政府自2025年10月1号起就陷入了停摆，截至10月15号已经持续了2周。此次停摆因民主党跟共和党在平价医疗法案、补贴和政府裁员问题上的激烈博弈而引发，是2018年至2019年之间35天停摆以来最严重的一次。你敢想，全世界最喜欢教别人治理之道的美国，自己却连个班都没得上。国会关门，财政断粮，公务员回家养猫，机场安检员集体罢工，黄石公园的厕所上了锁，单亲妈妈的食品券都刷不出来，就连白宫发的公文也得延期审核。有人调侃美国是不是就成了无政府的国家了？但我告诉你不，它比无政府国家还恐怖，因为它有政府，但政府已经不再为人民而存在。以前关门是暂停服务，而现在直接拆机器。川普不仅要裁员，还要再破坏美国的根儿。在中国古人眼中，国者承天地，保黎民。若国家朝不保夕，无法保障最基本的秩序，那国还能称作国吗？这川普还想把自己头像印在建国250年纪念币上，没法律不允许。他有招，说这不是货币，它是纪念币，甚至他还想上总统山呢。你以为是开玩笑？其实他真敢干。这更吓人的是2位4星上将请辞。川普说内部敌人更可怕，要派国民兵去城市，这哪是军队国家化，这明明是军队私有化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如果上天创造了一道光，那么美国绝对是最闪亮的那颗灯泡，时亮时暗，既想照亮别人，又老短路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不只是美国政府的第15次关门，而是一场制度自噬的戏码，一次文明自裂的缩影。古人云：君者周也，民者水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可如今的美国连舟都没修好，就想出海捞世界的鱼，结果呢，风浪先在家门口掀起。来看看关门的闹剧，一场制度性的罢工秀。2025年10月1号，美国政府又关门。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估算，75万公务员被迫无薪休假。这美国政府停摆1周直接导致美国 GDP 损失150亿美元，相当于每天损失4.3亿美元。关键经济数据发布停滞，比如劳工部原定于10月3号的非农就业报告被迫取消，美联储10月28号的利率决策将陷入数据真空，可能引发市场剧烈波动。摩根大通警告，如果就业数据缺席超过2周，股市的波动率或许会飙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的水准。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90%的员工休假， IPO 审批全面停滞。仅10月6号到10月7号的2天，美股因为监管缺位导致异常交易次数激增30%，黄金价格突破4000美元每盎司，创历史新高。虽然美元指数受到日本新首相政策影响短暂反弹，但长期信用风险加剧。惠誉警告，频繁停摆正在削弱美国主权评级根基。白宫甚至公开永久裁员，75万雇员被迫无薪休假，其中4200人已经收到永久性裁员通知书，涉及到了卫生与公共服务部、财政部等核心部门。华盛顿特区一名海关检查员在采访中哭诉，这房贷已经快要还了，结果银行不会等政府复工了。更严峻的是白宫打破停摆后补发工资的惯例，威胁对部分岗位实施永久停薪。联邦雇员工会已经提起了集体诉讼。有网友开玩笑，美国的纳税人交的是税，买的却是一张抽风套餐。这谁也不知道明天你花钱养的政府还他妈上不上班。底层的穷人最惨
食品券刷不出来，住房补贴断供，孩子午餐靠慈善面包，公务员们秒变无薪志愿者，每天为了再次伟大的美国梦无心上岗，持续发电。中产阶级普遍被拖进了房贷、签证、医疗审批的泥沼里，富人也被股市整得七荤八素。这不是无政府，这是政府自我放假。而且更荒谬是，美国已经习惯了这种停摆。从1980年至今，15次关门。孟子说：“失其政，民散久矣。”美国如今这场停摆循环其实就是政治极化的速记。当制度不再为人服务，人就成了制度的祭品。再来看川普的新秩序，从政治到神话的暴君循环。就在国会吵得天翻地覆的时候，特朗普在干嘛？他在笑。因为这一次的关门，他早就布好了局。川普利用这次关门准备裁员、消机构，让民众觉得政府少点人照样能运转。是不是想起了道指马都公啊？可惜马都公现在不知道去哪挥刀了。听起来像精简，实际上是重塑。川普用财政危机当手术刀，削弱那些不听话的部门，环保署、教育部、联邦科研机构全在清单上。他要让美国人相信没有你们这些人，美国更干净。这招他妈太狠了！表面上行政节流，实质上权力重组。当川普的脸开始印上纪念币，当他威胁冻结加州的教育拨款，当他亲口说出美国最大的敌人在内部，你就知道他正在把联邦政府改造成川式王朝。他不再是总统，而是教主。他拥有自己的媒体、社交平台、募款渠道，甚至在币上印自己头像。这不是政治这是宗教。古人讲，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。如今的川普既是君又是臣，他只忠于自己。再来看精神的坍塌，从媒体到信仰的自焚。老美的媒体本来是第四权力，可现在呢，全成了第四根蜡烛。CNN、纽约时报、华邮全在为某个党唱赞歌。于是呢，普通美国人不相信新闻，只相信自媒体。就像 TikTok 去年的赛博打对仗，共和党人不信联邦，只信川普。这就不是政治，是信仰的裂变。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贫穷，而是真假颠倒，道理失序。就像大乘活法里所言，原则上可以，实际上不可以；原则上不可以，实际上可以。这话要是翻译成美利坚的话，那就是我们反对战争，但我们在发动战争；我们说民主，但我们只让自己赢。总结一句话，成人的世界都他妈反着说话，而美国正是那个最会反着说话的成人。再来看制度的空壳，联邦主义的坟墓。美国的立国精神叫联邦主义，州有州权，联邦有限。可川普现在玩的是预算控制，逼各州跪下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总统用财政拨款绑架各州教育、医疗、治安，用国民兵进入城市维稳，用内部敌人的名义合法动军队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暴君不是一夜成的。罗马帝国从共和到凯撒用了80年，魏晋从氏族政治到门阀腐化也不过100年，而美国呢，只用了川普2个任期。古人云：气满则富，月满则亏。美国的盛世从他自以为能审判别人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衰败。再来看哲学反转，大乘活法美国镜像。你知道吗？我突然觉得大乘活法就是在骂美国。他们说对事儿不对人，其实就是对人不对事儿；说要自由，其实就是要放纵；说讲民主，其实就是讲双标。美国现在的国会、白宫、媒体、资本市场都成了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成人世界的荒诞逻辑。他们天天说我们要重建秩序，可实际上呢，他们在拆掉所有的秩序。他们口口声声要保护人民，可谁在乎那位食品券刷不出来的单亲妈妈？道德经讲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，而美国恰恰相反，把乱当自由，把私欲当权利，结果呢，天下皆乱。再来看解决方案，美国的死结与中国的答案。别光骂美国，咱说点实在的，美国的闹剧能停吗？中国的稳定能学吗？答案藏在2种制度的根子里。美国的短期破局靠市场倒逼，但治不了根儿。现在美国最可能的结局是10天妥协，因为市场已经开始报警，每周150亿美元的损失，再拖2周 GDP 要跌0.5个百分点。
华尔街会逼共和党让步。10月15号是士兵发薪日，再不发钱可能会引发军队不满。你说两党敢不敢冒这个风险？参议员温和派已经提了2步走的方案，先拨款复工，再单独谈医保补贴，但这只是暂时止血，治不了根。因为美国的病是政治极化，两党越来越极端，只要讨好本党选民就能连任，根本没有管中间派。2019年停摆以后，10个支持停摆的议员被选下去，可没过2年又固态复萌。只要党争的土壤还在，停摆就会反复上演。中国的答案不是奇迹，是制度必然。有人说中国的稳定是奇迹，但其实制度必然。这3个关键点才是中国稳稳幸福的密码。第一个，全过程人民民主，不让党争绑架民生。中国没有两党吵架，但有众人商量。比如医保政策调整，会开几千场听证会，医生、患者、企业都能说话。乡村振兴的钱怎么花？村干部要跟村民一起开。院坝会投票，就像耶鲁研究员所说，中国的规划吸纳了专业意见跟民众建议，不是政客拍脑门子决定的，自然不会出现为了党争砍民生的荒唐事儿。第二点，集中力量办大事，把钱花在刀刃上。美国的钱花在党争、战争、政客庆典上，而中国的钱呢，花在民生、基建、科技上。2025年中国的财政预算里，民生支出占比超85%，而美国的国防预算占比超50%，还经常因为党战砍医保、教育经费。就拿脱贫来说，中国花了8年时间，让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，建了100万个村卫生室，派了300多万村官驻村帮扶。这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，而不是分散精力搞党争。第三，长期主义思维，拒绝短期政绩游戏。中国的5年规划是接力赛，不是换届就清零。比如中国制造2025，从2015年开始，现在已经升级到人工智能加计划，持续投入超万亿，培育出华为、比亚迪这样的企业。而美国的产业政策被动反应，看到中国电动车强了，才急着搞补贴，结果钱花了，企业还是没有竞争力。港媒说得好，中美博弈的核心是谁能给民众更好的生活。美国给的是党争、混乱、不确定性，中国给的是稳定、保障、安全感。这不是赞美，是事实。最后说一掏心窝子的话，美国从来就不是无政府国家，军队还在，税收照收，政客福利一分不少，政府的权力骨架活得好好的。但它比无政府更可怕。无政府是没人管，而美国是有人管，但故意不去管你。无政府是混乱的悲剧，而美国是有序的掠夺，用百姓生存换政客的选票，用国家的未来赌党争的输赢。而中国的稳定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，是5年规划里的民生承诺，是村卫生室里的免费诊疗，是高铁上的准点到达，是每个普通人碗里的饭，手上的钱，心里的踏实。你身边有哪些中国民生保障的小事儿？评论区聊聊。那问题来了，这场闹剧能停吗？短期上，美国可能会重开政府，签个临时法案；中期上，他们可能修改预算规则，设立自动续期机制。但长期呢？除非美国人能惩罚政客的极端化，除非他们愿意相信制度高于个人，否则这病没治儿。因为他们不缺钱，不缺权，缺的是信任。中国古人云，信为立国之本。一个没有信任的国家，就像一座灯塔断电，它还亮着，却不再指路。朋友们，美国政府不是无政府，而是坏政府。它的制度还在，但灵魂已被掏空；它的机器还在运转，但齿轮已经满是鲜血；它的灯还亮着，但照不见人。这场关门不是政府的休假，而是文明的试探。让我想起老子那句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。可美国这国鲜早已被他们煮成了速冻食品，表面上热气腾腾，里面早已冻僵。所以我说，美国不是没政府，而是政府太多，心太乱。他们嘴上讲民主，手里玩霸权，嘴上说人权，背后却是全人的狂欢。这一切早已成了成人世界的反话题。那么你觉得呢？美国真的是走向无政府，还是走向了再次伟大呢？